大家好，今天我要来讲 iPhone 13 Pro Max 接近1个月的使用心得，然后我会先给你们看我的开箱。好，那来讲讲我使用它的心得。那你们要知道，我前一只手机是12 Pro， 就比它小台嘛。原先的手机是6.1寸，那新的这一台是6.7寸。那它们两个虽然晶片是从 S4 变 A15， 但我觉得整体的速度其实是差不多的。只是我会觉得新的这一台比较快，是因为它的萤幕从原本的60赫兹变成120赫兹。那这也要注意一下 ，iPhone 13系列只有 Pro 跟 Pro Max 是有支援120赫兹的萤幕刷新率，那感觉就是你会觉得萤幕整个顺畅很多。我用了这一支，用了1个礼拜之后，在可能我朋友的手机，我刚好要帮他弄个东西，滑一下就会觉得哦，怎么有一点卡卡的，或是我用我这台16寸的 MacBook Pro， 我也会觉得有点卡卡的，因为它现在是60赫兹。之后新出的 M1 Pro 的 MacBook Pro 我有买，只是还没来。那么来了之后，我再来实测一下，再来开箱。那再来讲一下它的续航，它的续航是真的很棒。像我如果去台北工作，通常就是什么2天1夜。那我如果是用我原本那只12 Pro 的话，用大概1天下来，不用1天就会快没电，它就会给我那个低电量显示，然后我就会有点焦虑。然后我这时候有点焦虑，我很喜欢喝咖啡。喝越多就越焦虑，我就不喜欢那个感觉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一次会想要换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它续航大幅提升。那它提升的程度有多夸张呢？就是我2天1夜哦都不用充电，就我省了一个带充电器，这样。好，再来是它的尺寸，很多人会希望是可以单手操作手机的，那就会想，Pro Max 就是目前最大的 iPhone 嘛，那最大的 iPhone 就是用起来就是。你没有办法单手去这样操控，但其实你看我其实是可以单手这样操控的。我原本也是担心说它会不会太大，因为毕竟我原本是用比较小尺寸的嘛。我去年会买比较小尺寸的，就是因为它可以单手操作，然后比较方便。但其实我用到现在快1个月了，我也是觉得它其实也是可以单手操作。单手操作以外呢，你在上大号的时候。你用它就是特别的爽，因为可以看到更大的萤幕。它放口袋的话，我是男生嘛，那我穿的裤子通常都是在30腰左右，30腰的裤子基本上都是可以放的，不管是短裤、长裤、牛仔裤。30腰就是应该是差不多正常人的正常体位的男性的标准。好，再来讲讲打游戏。我觉得我不太能讲这个，是因为我不太用手机玩游戏了。因为毕竟我也是为了玩游戏组了一台桌垫，虽然我有在开实况，大家可以去看我实况，我把那个链接放在底下资讯栏，我通常都在Twitch直播。回归重点，我通常没有在手机玩游戏我还是有在手机玩游戏，但我就是玩那个 Candy Crush， 但它不是 Candy Crush， 就是类似 Candy Crush 的游戏，所以其实玩起来也没有说特别爽，因为玩那个就是差不多那样嘛。再来，它的萤幕亮度在室外阳光下呢。我觉得提升有感，就是它的那个尼特吗？有上升了。
上升就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它可以更亮，就是在太阳底下看你会看得更清楚这样子。好，我们再来讲讲相机跟影片。影片我有拍一小个片段给你们看一下。现在来测试一下它的相机，然后再等餐。陶二刚健身完备，测试前镜头。测试它的放大。哦呦，好顺好顺。想吃饼干，我看能多大？哦，能这么大，那能多小？这样。哦，好爽。好，那影片它大概就是长那样。那再来讲讲相机拍照的感觉。我用它的原相机拍了4张照片，并且用它 iPhone 本身内建右上角可以去调色，调过颜色，它拍出来就是这种感觉，我是觉得还不错。还有一个是它的那个现在微距拍摄非常的厉害，我随便拍一张给你们看啊，但是我平常是没有什么拍微距拍摄的需求，所以我都没有拍。那我现在就来实测拍一个给你们看，我来看我要拍什么了，我来拍等一下我要推荐的周边好了。哦，就拿这么近哦，有没有？我跟你讲，拿这么近拍下去，通常早就会失焦了，它就没有办法让那个画面是清楚的。好啦，那我再来就讲讲我推荐的周边。那从12以上，基本上都有支援 MagSafe 功能。那 MagSafe 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一个圈圈啊，就让它可以磁力吸住的。它裸机本身就有。那如果你想要带壳也要有，那你就记得壳要买有 MagSafe 的。像我买的这个就是原厂的壳，我是觉得蛮好用的，就是摸起来也很舒服，靠进去也舒服。但是它有一个缺点，是它下面有没有？它下面是空的。就是会让你觉得有一点可怕，可能你这样摔到，虽然摔到的时候会旁边先着地嘛，但是你就是会怕说什么会不会刚好有一根尖尖这样敲下去，然后又刚好是这样敲下去，那就剉赛。但我用到现在是还没有摔过来。再来就是立在桌子上的无线充电器，那它这是可以调整的。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，那这个东西呢就非常方便，因为平常我就是这样直接这样丢上去，它就吸住啊。它就吸住，然后它就会自动充电，所以我随时要出门的时候，我手机拿起来基本上都是满电的状态，然后回来我又直接把它丢上去，就很方便。所以我推荐大家买一个可以这样充的无线充电器。那我不推荐你买那个原厂小颗的，因为那个就等于是粘在你的背上，那我就觉得不是很舒服。你要粘那个背上，你不如直接就用快充去充了，反正都是一条线会卡在那边嘛，只是不是从下面卡，变成从背面卡。哎呦，刚刚相机过热，哦，中间空太久。好，继续讲这个无线充电器，这个也是很方便。这个有多方便呢？它也是跟刚刚那个一样，它很小颗，你就直接吸上去，它就可以充电。然后我买的是10000毫安时的，所以可以充很久。我现在只要是外出2天1夜，我不会带充电器，我就是这个充满，然后再带这一颗，它就100%一定够我用。A4还是有在随时拍照记录回讯息，用一些有的没有的看影片的状况下它还有一个很棒的点，就是它可以，这是我的主机，它可以这样直接这样吸上去，然后我们把它转个边，有点紧，然后这样插它，看不到洞，插不进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完成了，它就粘在上面，然后我要出门就把它拔掉，所以很棒。好，那这次的心得就是这样。建不建议换呢？我觉得如果你是考量到怕它会太大的话，你不用怕，你就直接换。那什么机型以上适合换呢？如果你是12 Pro Max， 你就不要换了，因为12 Pro Max 用起来你应该会觉得差不多，除了它120赫兹的部分。我这次买的是256GB 的，因为我上一台是128GB， 我发现有时候用，我如果影片照片没有删的话，就会很容易满。那满了又很麻烦我不可能都丢在我的那个电脑，因为电脑也会满，所以我这次就买比较大一点容量的。虽然我原本是喜欢不要买那么大容量的，因为它比较贵。好，那就是今天的影片就到这样了，觉得有帮助可以给我按个赞。那我下一个开箱苹果产品应该就是它的M1 Pro 的电脑了。大家拜拜。